我是赵少康，欢迎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高嘉瑜委员、林国成委员、蓝轩小姐、翁小玲委员、游淑慧议员、唐湘龙先生。好，那么川普现在头版都是川普的以前的国际新闻都在后面，现在都到头版来了川普呢跟这个泽伦斯基开始互骂互杠因为泽伦斯基很不爽嘛，说你川普你们美俄谈判居然都把我甩了一边那是怎样？我都没有发言权，那你们讨论我才不承认呢那川普就说你还要参加，你3年前就不应该发起战争，3年前就应该停止这个战争了，你那个时候不谈你拖到3年，你会打得赢吗？你打下去打不赢啊！对，我是来解救你们的，我是来这个让你们战争停止的那所以川普呢说乌克兰挑起战端了那我昨天看到美国的一些媒像 CNN 什么都说川普讲错了川普呢是讲错称乌克兰挑起战争，事实上呢战争是俄罗斯先打的，但是原因是因为乌克兰要加入北约，其实这么简单，原因是乌克兰，但是战争是俄罗斯打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还说乌克兰总统是没有经过选举的独裁者，去年该选了，为什么不选呢所以因为战争就戒严就不选了，那你的正当性在哪里呢所以川普说你根本没有，我是选出来的你不是选出来的所以呢这个而且川普还说泽连斯基呢他不但是个独裁者，还想捞油水我美国资助了你们1700-800亿你们怎么说只有800-900亿呢？那剩下钱到哪里呢？1000亿美金去哪里呢那另外呢美国也派了特使，我看昨天就已经到了这个乌克兰去了那泽连斯基会见不见也不行因为如果美国不支持这个战很难打下去了美国支持欧盟在旁边在校正还可以，如果美国不支持，欧盟又4分5裂就完了。那泽连斯基批川普是活在虚假的讯息的世界那而且呢不应该跟普丁一起，大家都制裁普丁，你跟普丁在一起干什么呢那范斯美国副总统范斯就说泽伦斯基会后悔的，千万不能骂川普，你还公开骂，你以为公开骂就会改他不会改的，他恨你你还骂他，没有人可以在川普前面骂他的骂他是川普一定会报复你的。那普丁也说呢预备重回谈判桌了，而且对他们的2个美俄的外长会感到满意俄国驻联合国大使要乌克兰3个要求，我现在占的土地割让给我那另外呢这个泽连斯基要下台，乌克兰要变成一个非军事化的中立国家，不可以让北约驻扎军队，不可以在我旁边呢这个摆飞弹来威胁我那而且呢川普说我已经在你这个乌克兰发3000亿美金了，各5000亿的矿产，5000亿美金的矿产，泽连斯基反对，他说你不给我矿产我就不给你军援然后呢我要我就不管你了。我们看一下深蓝色列车抵达火车站，美国总统川普的乌俄特使凯洛格抵达乌克兰首都基辅，要见总统泽伦斯基。开门见山就讲，美国会倾听乌克兰意见。We understand the need for security guarantees. Part of my mission is to sit and listen. 但凯洛格恐怕没料到，他的老板川普已经先和泽伦斯基隔空吵得不可开交。Where the leader in Ukraine, I mean, I hate to say it, but he's down at 4% approval rating. Передусім, сьогодні вийшла довіра до мене 57% по КМІСу. 川普更在社群媒体指控说，乌克兰才是发动战争元凶，就为了继续从美国军援捞油水。A dictator without elections. Zelensky better move fast or he's not going to have a country left. В цьому дезінформаційному просторі. І питання навіть在基辅，俄军无人机轰炸声还没停止。英国《卫报》报道，雷根时期共和党官员痛批川普政府罔顾乌克兰主权。CNN 也指出，川普似乎在用激将法施压乌克兰签协议，用稀土换军援。Конечно,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исходят из того, что переговорный процесс будет происходить при участии и России, и Украины.
美乌领袖口水战，换俄罗斯总统普京来当和事佬，连俄罗斯媒体都惊讶川普直接骂泽伦斯基独裁者。美国智库大西洋理事会专家却认为，川普只是不想吵输泽伦斯基，并非真的想达成对俄国有利的协议。不过，欧洲仍保持最高警戒，周三紧急开会，应对川普与普京径自决定乌克兰未来的结果。祥龙怎么看这个谈判？这当然是个悲剧啊！当我知道大部分人在谈这些时候都会提醒，看看乌克兰，台湾不应该有任何的幻想，在国际政治、权力政治的现实下面，任何的不要说小型国家，连中型国家，连你是德国、法国、英国，或者是最近我们旁边的日本、印度都一样，在强权面前的时候，你就是个棋子。你只要不要摆在 menu 上面被人家做成菜，那都算你幸运。乌克兰一定没有想到今天2014年呢，当乌克兰呢发生颜色革命，很明显的西方策动的颜色革命，乌克兰发动了一场非法政变，推翻了合法选出来但是亲俄罗斯的政权之后，大家就在警告乌克兰会陷入战争。但是6年的时间呢，没有人听进啊任何稍微就是说呢比较理性的声音，一直到战争爆发。今天2月20，再过4天，乌克兰战争就3年。大家先回想一件事情，今天你看到的这个画面，泽伦斯基俨然是他不是过街老鼠，他俨然呢就是一只无头苍蝇。人家在这谈判他以及他的国家的命运未来，他连现场都进不去，他连人家谈什么都不知道。那代表什么？就是美国在跟俄罗斯谈判过程当中的谈判策略。我们都知道谈判一定是有策略，那个谈判策略从头到尾都没有考虑到乌克兰的立场，他连人家的谈判策略是什么都不知道。比赛有比赛的策略。你今天呢要辩论有策略，谈判当然谈判策略，它不在谈判策略里面，基本上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你能想象呢？3年前的时候，泽伦斯基有多风光吗？他到过多少国家的国会去演讲？你还记得那个国会演讲的画面吗？不管是美国，不管是联合国，不管是 G20， 所有的国际会议，不管是欧盟的、北约的，都有泽伦斯基。高兴一点的话，他到现场；如果忙的话呢，用视讯讲完了之后呢，现场一定有画面，大家起立鼓掌，热泪盈眶的猛烈的拍手，然后呢，大量的捐钱。你还记得？也不过呢，就是呢，不久之前的时候，所有的西方国家的政治领袖都要想尽办法证明自己呢不怕死，然后都要进到基辅。要到基辅现场去拍一张定妆照，跟泽伦斯基握手，证明我自己挺乌克兰挺得有多么的认真，然后呢，我愿冒的是甚至不惜1次、2次、3次去晚了都要被人家笑，像是日本的岸田文雄，最后一个去，没有一个人不去的。所有跟美国沾得上边的每个国家，包括台湾，不要忘了台湾还有2个年轻人战死在乌克兰。那2个年轻人如果看到今天的泽伦斯基呢无头苍蝇的样子，看着泽伦斯基被卖了，连数钞票的机会都没有，那2个年轻人或他家属作何感想？当初呢，怀抱的多大的热情跟正义感，到那个地方呢，去为呢乌克兰助拳。我不是说帮乌克兰不对，可是因为他们不懂这政治的本质，难道要今天看到乌克兰的惨状，大家呢才会知道吗？3年的时间呢，乌克兰呢失去了20%的领土，失去了30%的人口，因为有许多也外移了。同时呢，他在他的所有的 GDP 剩下30%，失去了70%的 GDP， 他的出口的农产品呢少了60%。他几乎这个国家，什么叫做乌克兰接近亡国？他已经亡了。不要大家在指责说呢，到底谁发动战争？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战争没有一个明确的边界。到现在为止，俄罗斯没有正式对乌克兰宣战了。再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对他到现在为止还特别军事行动。你说谁先发动战争，谁先发动政变？早在这场战争发生之前的几年的时间，2014年之后那几年，乌克兰就不断的呢在乌东的地区用这种呢乌克兰内政事务的名义呢，对乌东地区呢这么多的斯拉夫裔的这些的居民呢进行，即使不是种族清洗，但是很明显的在政治正确的基础下面，如果你是斯拉夫裔的，你在那地方根本就过
过不下去，死亡率大幅提高，民兵的死亡人数那个时候就已经2万多了。你认为俄罗斯能够忍多久？他如果能够看得出呢，眼看着自己的斯拉夫裔呢，在乌克兰的东部，在靠近俄罗斯的边境上面大量的死亡，他连装没有看到都没有办法，除非他这个斯拉夫大哥不要做了。今天的战争的结果，其实大家早就可以预见。可是你看到呢，当川普上来了之后，大家对过去对那种的乌克兰的支持，对泽伦斯基的吹捧，泽伦斯基跟川普没有什么大不了。泽伦斯基呢是一个演员变成总统，川普是总统当演员而已，两个人其实本质上是一样的。今天你听他们讲话做事情的时候，内涵并不重要，今天就只要达到自己的战略目的，因为他要反中，他必须要拉俄罗斯，为了他要拉俄罗斯，今天呢对乌克兰呢完全视而不见，乌克兰已经没有选择，而欧盟呢也无能为力。这个事件呢正在改写，台湾人今天火还没有烧到身上，但是我认为今天在乌克兰所有会导致乌克兰今天大悲剧的所有的条件，在台湾都具备。当年是美国为了拉中国去这个抵制俄罗斯、苏联啦，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跟中国建交。现在又为了拉俄罗斯呢来这个离间中俄，所以呢又想办法去讨好俄国，它是一个大战略了。哦，你在这中间你到底处在什么地位？想清楚。什么你是赖清德讲说什么我们不是棋子，我们是棋手，你怎么是什么棋手呢？棋子都不见得做得到。泽伦斯基说我不听，我不能出卖国家，也不能给美国的这个稀土啊。然后呢，美国呢说乌克兰先大选吧，你这个总统先大选你会落选的。你支持度只有4%，其实没有了，是50%，掉了40%，你只有4%。然后呢，这个法国总统马克宏现在又喊啊，第一个呢，乌克兰要参加；第二个呢，要永久和平，要有保障；第三个呢，欧洲也要参加啊。马克宏在当年几年以前开始打仗，他就说他要来调和，记得吗？被德国人骂了个臭头。哦，你这什么意思？叫我们谈和，叫我们和谈，谈什么和？你们可能谈侵略我们可谈什么和？你法国脑筋坏了。马克宏真的被骂了臭头哦。那另外呢，这个川普说，第3次世界大战快了，但是不会在我任内，我当总统就不会，我不当就会啊。而且呢，我曾经想过再多干几年总统，不过想想啊，算了，代价太大了，算了。他真没算，我告诉你，你看好了以后。他只要这个做得好，民调支持度高，他一定想继续选，一定要修改宪法的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好，最近有个台大的新闻了哈，因为呢，这个马英九呢是不是这个邀请了一些大陆学生到台湾来参访嘛哈？那这个因为接待了大陆这些学生的这个团体哈，所以呢，台大有一个社科院很有名嘛哈，社科院的学生会长被罢免了啊。那他们说他不应该讲，说什么这有意义的活动等等哈。那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是玷污校园的民主啊，而且呢，民进党的侧翼都跑来啊。那另外呢，这个选委会我一看，不是我们的中央选委会，是台大自己的选委会证实说，提案的罢免的人就在那边站岗啊，因为站岗就会影响了啊，你来干嘛等等哈，所以他们认为说会有影响了啊。那照理讲，提案人不应该在现场嘛啊。那另外呢，马英九办公室呢，这个执行长萧旭晨就说很悲哀，也很惋惜哈。那另外呢，投票率并不高了哈，只有9.98%了。不到10%了啊，但他们的，因为他当时这个罢免的投票率，当时当选投票率也不高了。他们大概规定说，罢免只要有当选票数的1半以上就可以了。那现在已经超过1半啊，所以呢，因为台大学生选举基本上参与的这个热情并不高，程度也不高了哈。那所以他们就说，是不是变成大罢免的前哨战啊？所以民进党的侧翼啊或等等之类也有去参与的啊。我们看一下。去年马英九基金会邀请陆生访团来台，当时参访台大社科院，引发部分学生不满，因为陆生发言提到中国台湾，事后也串联发起罢免负责接洽的社科院学生会长郭友瑞。
罢免理由是不满会长事后在脸书发文大赞交流别具意义。18号晚间开票结果出炉，同意票166，不同意18票，罢免案通过。而社科院共计1874名学生，整体投票率不足10%。开学第1周就罢免，都还没有厘清好资讯的情况，太上次有投票会看那个奥运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正常的交流，不用跟正常关系。投票率偏低，但符合章程规范，当事人也愿意接受结果，只是无奈自己有国民党青年团背景，被贴仇恨标签，没有利用这个社科院学生会来去做政治性的发言，所以我不认为这两者是需要被连结在一起的，制造对立、仇恨的结果。那我们也不希望学生自治变成这个样子。社科院其他学生认为有党派背景确实会有争议，但问题是章程是否有完善。学生会长帮接待被罢免，主办方马办很傻眼。我们的年轻人在忙着去罢免斗争自己的同学，只因为同学的意见跟他不一样，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危机啊！期待这次的罢免案可以成为日后校园民主运作讨论的具体参考和案例，逐步形成更成熟而且透明的校园民主文化。陆生访团参访我国最高学府，后续引发校园同儕罢免，是撕裂还是民主展现？一线之间。来，嘉宇，你也是台大法律系，也算是现在的社科院的成员了。没有，我也当过台大学生会会长，所以那时候当然我们台大的投票率比较低啦。过去那现在学生当然对于校园民主或者是对于社会运动的参与，比我们那个年代可能还要更高因为现在毕竟网络资讯比较发达。那台大的学生自治一向是非常的完整，包括学生法规，我们还有学生法官包括罢免等等，所以一向是大家认为说在校园民主或者学生自治领域里面比较法规各项这选举等等都比较完善的地方，所以这次社科院发动这个罢免，算是一个也是让大家就是见证台湾的民主跟台大的这个学生自治的精神。那当然这也是学生的权益无论各方如何的解读，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当然他们比较有想法，或是他们天蓝台、天蓝独对于社科院这样子的一个可能政治活动上，对于台湾比较有一种侮辱性，或者对于台湾比较有一些在地位上啊等等会产生争议的事情，当然学生是不能接受，所以才会发动这个罢免。那刚刚讲罢免的投票率是这个166比18啦，也就是说同意罢免的166人，不同意的18人，所以也代表说虽然投票率不低不高，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个支持罢免的人其实有100多人，这也不容易耶。以社科院能够有166个人出来投票，其实这个投票的人口也是蛮多的，所以我觉得当然学生会有他们的想法，但是我们都是尊重校园的民主跟自治，只要不要有政治力介入，我想大家都是就是中立的看待这次的事件。不，从这也是一个例子了哈，就表示大部分人其实不关心的了。那现在民进党要发起罢免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哈，会不会也变成这样哈？这个要罢免人很热心虽然不多，但是他只要25%就好了嘛。那反对罢免人就说：“哎，反正我反对，我就不去了，我根本不在乎这件事情哈。”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警讯啊。来，说会。我算是现在也是台大社科院，以前政治系是台大法学院，但现在已经被归类到社科院了。坦白说，这几年我确实会有一点点害怕回去校园里面应学弟学妹之邀参加什么活动，因为我觉得政治的力量真的已经介入校园哈。刚刚这个嘉瑜说，如果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哈，我们尊重校园的自治这个学生同学的自治，但是真的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吗？哈，大家看到昨天的这个罢免结果一出来民进党的一些立委，干你立委什么事呢？干你王定宇什么事呢？就开始在那边大声疾呼开心的要死。然后某一些特定媒体就开始今天的就大幅报道这件事，这叫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吗？如果这真的，这还不是台大这个整个这个学生会长这是一个社科院的这个学生会长的一个罢免而已所以你说真的没有政治力的介入吗？我会觉得比较可怕的就是说，民进党推动这一波大罢免，让整个台湾本来是朝野对立可是现在整个台湾到处都在对立，到处都在撕裂连我去菜市场也会遇到这个罢免跟反罢免的两个人在那边针锋相对，叫我要有良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两个都要叫我要认同他们然后你看，把这个罢免之风也带到校园，如果这真的是刚刚像那个同学讲的，是一个民主的程序的话，
那他就很明显的违反我们选罢法的这个罢免的一些法律的程序，哪有提案人到了投票当天，到各个投开票所去巡有没有人来投票，投票率怎么样，然后在现场拉票啊，现场当天还可以拉票。如果真的是民主投票，真的符合我们的这种投票原则的话，当天在现场拉票，然后发现投票率不够的时候，赶快去大动员，再去动员出来，最后就一层。那你说一层就叫做民主吗？还是一层就是某一些特定人要制造出这样的结果呢？我不晓得哈。那当然，现任的学生会长他没有去动员出更多人来支持自己，可能也是他自己的失策啦。那我只能说哈，这一波罢免风已经让台湾哦，不管你是什么年龄层，甚至你不管什么领域，都已经开始产生对立跟撕裂。连大学里面都发生，它只不过就是个接待而已，然后就变成被罢免的理由了，这样就变成被罢免理由了，大家不会觉得很荒谬吗？所以这会有一个寒蝉效应，就是像今天我们的教育部长还宣布说，有3所学校因为隶属这个中共的统战部，所以以后他们的学籍不被认可。大家知不知道广州济南大学是从过去很多台湾的年轻朋友有去就读的哦。那你过去就读的，你现在全部以后都不以学历认证了吗？台湾还有济南大学的附校的分校在南投。对啊，我们还有一个济南大学耶。所以你可以因为意识形态就随便就这样宣布吗？蓝轩。对，我是觉得目前看起来的话，你说就台大来说的话，你有选举权，当然自由然有一个罢免权，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当然是他们的权利了啊。但是你说这个权利的背后，什么叫做民主的精神，或者是什么叫做一个民主的素养跟内涵？当你说去年马英九这些邀请大陆学生到台湾来，你去接待他。接待他有什么不好吗？有严重到说你觉得因此不民主了吗？因此你觉得这个学生会的会长做了什么样的一个滔天的大罪，需要去罢免他吗？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呢，多元这个部分、开放这个部分，不也就是自由？它不也是民主的内涵吗？都是从这个角度去看它的话呢，到底这个社科院的这个学生会会长去接待了大陆来的学生有什么不妥？所以我觉得真的要谈民主，你不能不谈一个形式上的民主。现在我们台湾就是这个样子，你说罢免这个立法院的大罢免可不可以罢免？当然可以罢免。那问题是它的罢免的意义在哪里？它这个借由形式上的罢免，看起来像是一个民主形式，它进行的是一个政治动员，它进行的是一个政治复仇，它进行的是一个故意去搞乱整个台湾的局，天下大乱，情势大好，对朝小野党的民进党来说，才可以去你看，坦白讲，你这样一罢免下去的话，今年就没有了，你谁会去关心啊？民进党主政怎么样？现在卓荣泰是一个看起来呢，只是一个执行长或者比执行长更不如的一个行政院长，他到底拿出了什么样的政绩？面对这个国内外的那样的复杂的局势，我们刚才讲到俄乌战争，这个今日这个乌克兰，明日这个台湾，事实上昔日台湾，今日乌克兰。刚才这个赵念也讲了，过去台湾被美国出卖过，现在呢乌克兰再被这个美国出卖，那接下来会不会台湾再被出卖？更不用讲说台积电，还有我们现在不只是台积电，7家的 AI 的伺服器大厂都已经声明了要花几千亿去投资美国了。当然，有关于台积电的半导体的上下游产业整个生态链都要去美国的时候，对于台积电就算谈出一个有利于它的条件，它有利于产业，不见得有利于台湾。台湾整个产业被掏空该怎么办？我们政府说，我们赖清德这个召开国安会议说，哎呀，没关系，我们有所谓的民主供应链。请问谁在跟你谈民主？今天川普也在跟你谈民主吗？哪里有供应链？他要你跟他，你们之间有供应链吗？他不要，但还要你所有的人都去美国。所以回过头来看，现在的状况实际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去看学生。你说学生当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有他们自己的主张，但是背后我觉得真正的大人才最可恶，大人才最可怕哦。刚才这个淑薇也讲到很多了，你说今天如果他是那么单纯的一个选举罢免的话，你需要这样去动员学生吗？而且动员完了以后呢，而且动员这样的一个本身去看到底哪些人，然后去做这个过程有民主吗？更不用说呢，那民进党大肆的去宣传，认为这个叫做大罢免的前哨战哦。所以他认为这个事实上只是这个等大罢免，它不只是在一般的社会。一开始从立法院延伸到社会还要进到校园，所以我真的觉得民进党觉得台湾还不够乱吗？目前整个看起来的话呢，
所谓的民主价值，我觉得从川普到台湾根本是一个民主大逆流。我觉得今年就是一个民主大逆流的一个年代。重点在于说，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年是不是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那明年呢，再进行选举，然后呢，台湾的国力，台湾到底有谁在想我们真正的发展跟未来？不，民主基本上就是多元嘛，啊，它的精神是多元哈。我反对你的意见，但是我尊重你的这个立场啊。那这些大陆的学生，马英九他们把他邀来，也是政府核准的，他不是违法偷渡跑来的。那学术的交流，你可以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嘛？那这个是会构成这个会场被罢免的罪名，我怎么也想不通啊！哈，那难怪了，有90%的这个学生都没去投票嘛。那民主常常是这样，你大多数人不去投票，你冷漠，少数人就可以垄断这个言论市场，所以这是90%的学生自己要了解，因为你不去，造成这样的结果。休息一下再回来。